大家好，我们是牛爸兔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The Whole Brain Child》这本书的第3章，怎么帮小孩整合上脑和下脑。好的，什么是上脑和下脑呢？其实在咱们讲过的《Good Inside》那本书里呢，引用过这一部分，就是说人的大脑像一个2层小楼，从脖子的上部到鼻梁是楼下，这就是我们说的下脑。这里呢负责本能，比如呼吸、眨眼，还有很强烈的情绪，比如恐惧、愤怒。鼻梁往上呢就是楼上，这里呢主要由大脑皮层组成，我们常常听说的前额叶皮层就在这儿，这里负责更复杂的心理过程，比如像思考啦、想象啦、计划啦，这就是楼上的大脑。我们一出生，大脑的1楼就基本建好了，但是2楼呢，一直要到25岁左右才能完全建好。一个孩子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楼上和楼下是整合的，畅通无阻的。因为我们希望孩子做事的时候，能把楼下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和楼上的思考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做出他自己满意并且明智的决定嘛。不对吗？我在想别的。吗？我在想，当你如果长大了，人很理性，但是情绪比较少，只有楼上的大脑没有楼下的大脑吗？那肯定也不好啊，因为其实人情绪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呢，你忽略了自己的感受，那你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你肯定会有问题的。难道不是吗？是，对。但是我们都知道呢，孩子呢没有那么理智，他们常常会困在1楼，为什么呢？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的2楼还没建好，只能待在1楼。第二个原因是呢，1楼有一个大小和形状都很像杏仁的区域，我们叫它杏仁体。杏仁体的工作呢是快速的处理和表达情绪，当它监测到危险的时候，它会马上接管大脑，我们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保命的反应。杏仁体被激活的时候呢，就相当于把上楼的楼梯给堵了，你2楼装修的再好，它也去不了。那怎么帮助孩子整合上脑和下脑呢？作者给了3个方法。第一呢，我们要引导孩子去调动楼上的大脑，避免去激怒他楼下的大脑。作者给了一个例子，挺好的。他说呢，有次他们带4岁的儿子在餐厅吃饭，孩子突然很生气，跑到座位3米外的一根柱子后面，对着他们吐舌头做鬼脸。那大家在那里吃饭，大家就觉得他们家很奇怪嘛。他赶紧就去处理。他说他有2个选择，一呢，他可以命令孩子，你再不过来你就没有甜点吃了，但他觉得这样会激怒孩子的楼下大脑，让他进入战斗模式。有道理。第2个选择就是他可以尝试调动孩子的楼上大脑，让他进入思考模式。所以呢，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咱们在别的书上已经学过无数次的描述孩子的感受。他说，你在生气吗？这就是先连接后再引导。对，咱们上一节学的。他的孩子呢就很生气的说，对。他就问，那你为啥生气呢？孩子说，因为爸爸说不吃一半的饭就不能吃甜点。妈妈说，那妈妈理解你为啥生气，要不你想一想你能吃多少，你和爸爸去谈一谈，爸爸肯定愿意跟你谈的。然后呢，孩子就开始认真想他到底愿意吃多少。作者说呢，这个时候孩子就在用他楼上的大脑了。然后呢，孩子就和爸爸去谈判了。这个书里的故事是一个 happy ending 孩子和大人都满意。他说呢，他事后在孩子状态好的时候和孩子讨论了，就算生气，在餐厅这种公共场合也得遵守基本礼仪。我感觉挺对的。我觉得孩子很多时候还是听得进道理的，但只有在他不高兴的时候听不进。对，因为那个时候是他楼下大脑在工作。我看这部分的时候，刚刚好有一个机会去试一下这个方法。我当时看这个书的时候正是夜里嘛，然后牛牛睡觉，我听到他哭了，我就去看他，我就握着他的手拍拍他，通常他马上就会重新睡着。但是那次就是哭得比较凶，不知道为啥一直都不停。然后呢，
我就一方面觉得我没办法，另一方面我又觉得烦，我就想说你一直哭停不下来，妈妈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换爸爸来吧。那他毫不意外哭得更凶啦然后我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这样说我不就是在激怒他的楼下大脑吗？我现在应该是引入他的楼上大脑啊，对吧？然后我就开始问他问题，我就说你不高兴是吗？他说我不喜欢。我说你不喜欢什么呢？他说我不喜欢你不在，我不喜欢你离我远。我就说妈妈离你很近很近，妈妈爱牛牛。我一说完这个，他马上就不哭，继续睡觉了，就1秒钟，超神奇我觉得他这方法好像乍一听没有什么特别，对吧？但确实有用他确实是像他书里说的，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冲突变成了一个帮孩子成长的机会，是吧？有道理。作者提到的第2个方法呢，就是锻炼楼上的大脑。他说楼上的大脑就像肌肉，你用它它就强壮，你不用它它就会退化。你怎么锻炼呢？第一，可以让小孩练习做决定，因为这是需要上层大脑去评估、去思考、去对比不同的选择。小孩的选择呢，不一定总是最好的，但重要的是让小孩去练习做决定，并且接受这个选择的后果。对，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是我们那代亚洲小孩有时候做的不好了，就是家长总是帮孩子做决定，是不是？那可能是你家吧，我从小就是自己做决定的所以其实你也从我身上看到了我这样子的好处，对不对？对，因为我确实看到很多家长激出来的小孩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愿意去做选择，不愿意去做决定，对吧？他自己本身很优秀，你给他定一个目标，他非常愿意去做好，就更不要说接受做完决定之后他不愿意做决定，就是因为不想接受做了决定的后果。为啥？因为他要承担这个责任。那你别人给你做选择，你的后果不也是你自己承担吗？其实不是比方说你爸妈说你应该上这个学校，不上那个学校，你自然就不会觉得这个选择是我要承担这个后果，反正那是你的人生啊。但是你当时会觉得反正做的不好跟我没关系的，那是你的人生啊。但是你会这么会这么想。真的啊？是会这么想。好神奇。我不会，我不会听别人给我做选择，你更不会，我 natural 的天然的觉得我会自己做选择。你更不会觉得，比方说写作业吧，写好了没写好，考试考好了没考好，做了什么决定没做什么决定，你都没有承担那个结果的那种感觉，反正就别人安排好我就做就行了。是吗？是这种感觉。对，我觉得我自己家不是特严重，但是我见过应该挺多更严重的多的家。我觉得你已经很不愿意做选择了。对呀，你转行都是我给你指的方向让你去转的。对，但是比我成长严重的多的还比肩。所以从我们2个伟人的身上，你就已经看得出来，小孩有没有自己去练习做选择，对人生的影响有多大了，对吧？放养有放养的好处。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呢，是小孩就是他们不管选衣服、选玩具、选吃的，都是他们自己选。选课外班也是。你想上哪个你想上，对吧？作者说呢，等他们大一点的时候呢，还可以给他们零花钱，让他们决定怎么花。第2个整合楼上楼下大脑的方法就是问小孩问题，你是怎么想的呢？你为什么那么想呢？通过问问题的方法，帮孩子观察自己的感受，理解自己的想法，然后自己寻找解决办法。作者举的例子是一个10岁的女孩要去夏令营了，爸爸就问她，你觉得你自己会想家吗？孩子就说不知道，可能吧。爸爸继续问，要是你想家了，你觉得你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好受一点呢？孩子就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就想想说，我可以给你写信，或者呢我去找我的朋友玩。那这个对话就打开了，在此之上呢，父女俩就进行了更多更深的对话，那孩子就对自己有了更多的了解。
那等孩子大一点能写字，我们可以鼓励他写日记、画画，观察和记录自己的感受。那么他就能渐渐地理解自己心里发生的事情，学着回应自己的感受。就是通过问问题帮助孩子练习自我觉察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对，作者提到的第3个整合楼上楼下大脑的方法呢，是带小孩去运动。他解释呢，我们的身体会不断地向大脑发送信号，比如说呢，你胃里感觉翻江倒海，或者你觉得你肩膀很紧，或者你觉得你的腿很软，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还没意识到自己在焦虑的时候，身体就已经在给大脑发送焦虑的信号了，对吧？所以呢，通过运动，我们可以释放无论是紧张、愤怒还是压力。当我们释放了这些情绪，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向楼上的大脑发送平静的信号，我们就能放松下来，楼上的大脑才能开始进行正常的工作。有道理。这一章比较打动我的就是这些，你觉得呢？我想的就是比方说孩子不高兴哭闹，对吧？他在用下层大脑在思考。这时候很常见一个情况是，大人也比方说工作很累很烦，大人也在用大人也在用下层思考。那我们其实要做的好一点的就是我们自己先回到上层大脑，你再 connect它很容易变成上层大脑。对，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做到这一点，你们两个就会陷入两个都在下层大脑在交流。对，那就结果应该很难好。对，其实就是这件事。你说的太对了，我在回想我跟牛牛睡觉他哭闹的那个对话，就是这样的。我当时已经是下层大脑在运作了，我就会觉得，哎呀，怎么还在哭，没完了呢？然后呢，我就说要不叫爸爸来吧。对，那就是我的下层大脑。对，其实有时候我们比方说大人心情比较好，精力比较好的时候，自然就马上就用上层大脑去思考，然后一哄孩子啊什么的，一下就好了。对，难的只是有时候可能太累了什么的，我们也用下层大脑思考，所以结果就很难弄。反正它结果必须是我们先到上层大脑，因为我们自己肯定比孩子我们是成年人的。对呀，我们是成年人。它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好，那这一章就是这样啦，我们下一章再见啦。